有缘人，当你刷到了这张图，如果选择视而不见，小心以后钱不再上门找你。正确做法是停留30秒，点个赞，留下一句接财，钱自己就会自动找上门了。这听起来或许有些荒谬，但细细思考，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。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往往来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而这样的说法恰好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期许。当你积极参与这种互动，点赞并留下接财的祝福时，你其实是在给自己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，从而增强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和信心。此外，这种说法也传递了一种寓意，金钱是流动的，它会选择那些有准备、有信心、有勇气去迎接它的人。就像水会流向低地一样，金钱也会流向那些敞开怀抱迎接它的人。当然，金钱并非万能，它不能买到一切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金钱确实能为我们提供很多便利和保障。所以，为何不抱着一颗积极的心态去迎接金钱呢？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些寓意吉祥的图片其实是一种提醒，也是一种祝福。它提醒我们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金钱问题，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金钱。同时，它也祝福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财源滚滚，生活幸福。金钱这个东西是有灵性的，所以说这个世上有的人有钱，有的人没钱，就比较拮据。有钱的人就是富人，他掌握了钱的规律；穷人他没有掌握这个挣钱的规律。今天我就讲一讲钱的灵性表现在哪里。如果你认同，那就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收藏起来，甚至可以把它作为教育子女的一种方法，或者作为家教。你这个家庭未来就打开了财富之门，别说日进斗金，肯定也能让你的家庭兴旺。你看我说的以下几点有没有道理？第一，如何尊重钱？什么叫尊重钱呢？说钱谁都喜欢，钱谁都爱，但尊重钱和爱钱，喜欢钱不是一个道理，也不是一回事儿。你看一看有钱人他的挣钱方法和挣钱的方式，包括花钱的方式，他都是取之有道，这叫尊重钱。有钱人他把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把钱看得比美女还重要。他尊重每一分钱，他知道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。尊重钱不是不花钱，光攒钱不花钱那叫守财奴。挣钱取之有道，花钱也是一种乐趣。钱生钱那叫赚钱，用力气换来的钱那叫挣钱。把钱挣来之后要花出去，用挣来的钱再挣来，回来钱。花钱出去的少，挣回来的多，这才能攒钱。这就是有钱人的思维，他对钱非常尊重，知道钱来之不易，是内心对钱的感激。民间有这样一句话，
说有钱的人反而吝啬，没钱的人穷大方，没钱的人花钱不知道拮据，不该花的钱往往他花了，该投资的钱他不去投资，因为他没有看准这个生财之道。人人都能看明白的，那不是机会，机会只是少数人能看懂。这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之间的区别。第二，你的家人有没有做破财的活动和参与破财的事儿？比如说，你的家人有没有参与赌博？赌博的人，他就是在做破财。因为赌场的大门写得非常好，非赌必赢，你要想赢你就别赌。那赌场谁赢呢？是赌场赢钱，因为他干抽头。作为我们正常的人也不能去干，因为那是不合法，本身就是违法的事。赌钱的人，当他赢到钱的时候，他就会大吃大喝去挥霍，当他输了钱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点儿背，总给自己找理由。不管你是赢钱还是输钱，那是耗子给猫拜年，早晚是人家的祸。还有你和你的家人做没做破财的事儿，感觉到做的是善事，捐款。如果说你支持的是善念善事，你会得到福报。有很多的人打着善念的幌子，做非做歹，装疯卖傻，苦穷卖惨，你也不能去施舍，你是在助长这种懒虫，让它形成了惰性。第三，亏心亏理的人破财，亏心的人做事心虚，做事难成，挣不到钱也是破财。亏理的人不得人心，没有社交，这样的人挣不到钱，也是破财的表现。挣钱的过程就是人和人交往的过程，就是货币流通的过程。第四，亏妻百财不入，亏笑百事不顺。这里面说的意思就是，一个人不要亏待妻子，妻财妻财，妻子本身就是财，外边有搂钱的八子，屋里也要有装钱的匣子，妻子就是装钱的匣子。如果你亏待了妻子，你也不会变成一个富人。当然，女强人亏待丈夫也是一样的报应。你看当大官的，有好报的，都是一身的清廉。贪污腐化的看着有不少的钱，妻妾成群，外边女人成帮。然而后来哪有好下场的？又去吃了窝窝头，又去住了班房。有命挣钱，没命花钱。为什么说亏笑的百事不顺呢？亏笑之后，这一个人的亲属圈、朋友圈就没有好人缘，因为你这个人不识交，父母你都不孝，你对朋友还能真吗？我之前已经介绍了，人和人之间不来往，金钱没有交易就不会产生利益，肯定会破财。这样的人做不了富人。第五，就是亏嘴的人。有的人穷字常在他嘴上，这样的人富不了。因为相由心生，心没有定数。不要说自己的命苦，如果你经常这样说穷，穷就会在你的内心扎根发芽，
还有一些人网名写的都不好，还有写什么苦命人的，没有钱的，负债的。根据吸引力法则，你想一想，这样能有好处吗？难道你是指望人怜悯生活吗？第六，如何让穷人变富人？穷不过3代，富也不过3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经常要多教育我们的后代勤俭持家，生财有道，要学习与时俱进，赶上时代的步伐。学习不一定天天背着书包看书，今天刷到这个影片就是一个起点，这个影片有可能就改变你的命运，有可能改变你的思维，有可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改变你的消费观念，改变你挣钱的渠道。互联网时代，你就要跟着互联网走，这叫趋势。要学会看趋势，要学会用趋势。造势不如借势，你就是一个富人的开始。积极、阳光、向上，就是一个富人的表现。我这个影片看完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分享给你的家人，让你变成一个真正能够致富的人。世人皆爱财，然而一心求财，却不知道财从何来。其实，钱才是这个世上最有灵性的东西，你越懂它，它就会越接近你。许多人有这种经历，莫名其妙的就发财了，好运气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，想不发财都不行，而且财来得很轻松。而大部分人辛辛苦苦做牛做马，赚的都是小钱，年底打开银行账户的时候，发现也没多少剩余，累死累活1年又白干。问题出现在哪儿呢？其实钱这种物品是有灵性的，它会主动寻找合适它的主人。赚钱的都不费力气，费力的大部分都赚不到钱。如何才能让金钱主动找到你呢？一，不是你去追钱，而是钱来追你。中国五行有金木水火土5个属性，其中水代表的就是财。在古人看来，财富如水，在不停地流动，所以人追钱追不上，钱追人跑不掉。据传，沈万三年轻的时候，表哥带他去海外经商，出发前，沈万三全身只有1两银子，便买了2筐不熟的橘子。来到波斯后，橘子恰好熟透，沈万三剥橘子的香味飘到了一个侍卫那里。侍卫好奇之下，花钱买来橘子，发现味道酸甜可口，便多买了一些孝敬总管。总管吃完，立刻拿了1麻袋钱去和沈万三换来了橘子。发了财的沈万三并没有多在意，反而悠闲地在岛上溜达。闲逛之余，他发现一个巨大的贝壳，闪闪发光，十分罕见，决定带其回城。路上有个开店的商人遇见，当下就要出钱买贝壳。沈万三不愿占人便宜，只说是捡来的贝壳，商人却执意拿出自己的店铺和家产来和他交换。无奈之下，
沈万三只好接受，结果就是商人带着贝壳离开，而沈万三却得到了万贯家财。常言道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也莫强求。财其实就在我们的命里，命中该有的不用你追，钱财就会跟着你；命中没有的，就算金银放在你眼前，你也注定得不到。倘若享了命里没有的财，那灾祸迟早都会降临。正如《了凡四训》所说，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。越是一心求财的，越是求不到财；总是在贪图赚钱的，反倒赚不到钱。因为财富不是追逐来的，而是吸引来的。而求财不得，是德行不够。易经云：厚德载物。钱是有灵性的，它的到来都有因缘。你的福德有多厚，你就能承载多大的财富。《聊斋志异》中记载了一个叫王成的故事。王成是个落魄子弟，生性懒惰，不善经营，因此家中一贫如洗。按道理这样的人，上无长辈提携，下无亲朋帮衬，发达是不可能的事。但命运的转机就在一念之间。原来王成有个习惯，喜欢在村子里的一处废园闲逛。这天他照旧在废园休息，意外在草丛中捡到一只金钗。没过多久，一位老太太前来寻钗。王成虽然家穷，但为人诚实，三言两语间便把金钗物归原主。老太太感慨王成的品性，有心报答，在得知他家中境况后，给他买米买菜，甚至还拿出40两银子让他做生意。在这样一场机缘下，王成虽然偶经波折，但最终却也置下300亩良田，生活富裕，家业兴旺。诚实厚道的人看似在吃亏，但从长远来讲却是积福之道。著名的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钱不是向外求，而是要从内修。你拼命在外面寻找钱，内心就是匮乏的，这个负能量会让钱离你远去。而当你怀着赤诚厚道之心时，你的内心就是圆满的状态，这个正能量自然会将钱和贵人吸引而来。可见，你之所以求财不得，是因为德行不够。这就是佛家讲的本性具足，何须外求。《红楼梦》里精于算计的王熙凤，银钱上一丝不苟，她将克扣下的月钱用来放债，又收贿赂，四处捞油水，管家多年，赚下不少家财。而她的心思与算计也被旁人所不齿，终于一朝贾府到，万贯家财却连他的命都保不了。古人说道生万物，其实钱也是如此。钱可以带来幸福、名声、地位，甚至是满足，但它的反噬力也很强。
能产生算计、痛苦、厮杀，甚至是灾祸。所以有德才有才，一个保持善良、懂得感恩的人，才能留住长久的财富。正所谓，人纵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可自通。这个运就是你内在的德，德够了，财来了就是福；德不够，财来了就是祸。3，让自己值钱，比赚钱更重要。古德讲，钱是3分靠努力，7分靠福报。努力让自己值钱，远比赚钱更重要。樊登读书的成功正是如此。樊登在创业初期，将自己读过的书整理成笔记，做成课件发给用户，但效果却差强人意。因为用户总会说，我好忙，有时间再看。于是樊登在深入沟通后发现，大家会花钱买书，但却没时间看书。为此，他调整了自己讲书的方式，改用语音课件。没想到就是这一步的改变，竟获得了众人的认可，让他在3年间就做到了200万的付费用户，身家早已过亿。刘润说，顶尖高手都是极致利他者，总是想方设法给，而不是想方设法拿，是给而不是拿。樊登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方便了人们的阅读习惯，这就是在给予，在贡献价值。这世上一切赚钱的烦恼，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：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帮助？钱不是赚来的，而是在你解决了别人的问题以后获得的回报。你能帮到多少人，就会获得多少财富。所以钱的背后是人心，人心的背后就是德。与其求财求运，不如先求己，让自己值钱，才是一笔真正挖不尽的财富。人生99%的问题可以用钱解决，唯有那1%的问题钱解决不了。然而恰恰就是这1%的问题，产生了剩余99%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唯有解决了这1%的问题，才能解决金钱的问题。但是人们总是把很多痛苦直接归结于没钱，这2个字真的是背了太多的锅。没钱是一种结果，它往往是价值和认知不足导致的。大部分人的问题在于只想直接得到钱，却从不想解决自身的障碍，这就陷入到越急于赚钱却又越赚不到钱的恶性循环。没钱是因为你帮的人太少，每帮一个人就赚1份钱。如果你能帮1万个人，就赚1万份钱。要想帮助更多人，首先得有帮助更多人的能力。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，如何才能帮助更多人？改变自己是走向强大的第一步。大部分时候，我们都想着改变别人，让别人顺从自己，却从不想改变自己。我们总是以别人的缺点为理由，来逃避自己的成长和改变。
如何才能改变自己？把别人当镜子来映射自己的缺点，是发现自己问题的最好办法。勇于承认自己的问题所在，不仅是一种勇气，更是一种美德和智慧。这就是内观。一个人一旦开始内观了，就离开悟不远了。开悟有什么用？钱的背后是产品和服务，把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，钱自然就来了。产品和服务的背后是心性，做产品其实就是修自己的心性。心性的背后是道。人一旦开悟，看到本质和规律，就会得道。因此，开悟之后再去帮人，再去赚钱，就会顺风顺水。记住下面5句话：一、没钱的时候，先把勤奋舍出去，机会就来了，这叫天道酬勤。2、当机会来了，再把诚信舍出去，钱就来了，这叫诚信为本。3、当有钱了，再把慷慨射出去，人就来了，这叫财散人聚。4、当有人了，再把爱射出去，事业就来了，这叫厚德载物。5、当事业来了，再把智慧舍出去，幸福就来了，这叫德行天下。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发财？钱的好处虽然很大，但它的反噬力更大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很高的德行、贡献、智慧，很难扛得住这种反噬力。看看我们身边吧，很多人赚到的钱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开始飘了。他们作威作福，奢侈无度，无视规则和伦理，破坏公序良俗。人一辈子的财富有一个临界值，当一个人的劣根性被金钱暴露的那个财富值，就是你财富的极限。赚钱是一种修行，但钱只是工具，而不是目的。钱是一座桥，赚钱就是过桥，过了桥去哪里？去人生的彼岸。金刚经里佛祖说，世界上最大的功德不是散尽家财去做慈善，而是帮助更多人开悟，帮他们抵达彼岸。开悟之后就去度别人，这种功德比直接给别人施舍钱财要大得多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钱来找我了。祝福有福之人，你的财运就要到了，会有大笔财来找你。愿你财源滚滚，春风得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